台湾的宝盈公司99年成立了啊，宝盈公司后来又有个新宝盈，它旗下的就是那个皇冠网，这个你肯定知道，足球博彩那个皇冠网。2000年以后，你看它99年成立了啊，2000年以后进入中国市场。那么咱为什么把这个吊射门这个视频又拿出？咱以前做过吊射门这个节目啊，就是青岛海力丰啊，我是在海力丰做过教练。海力丰的董事长这个杜云奇啊，有了这个博彩进入，就是这个他当年就用了这个皇冠网啊，他有了这个足球博彩进入中国市场，这个家伙下手去广东东莞买了原来那个广东宏远队的后边就改成叫东莞什么队了啊，他买了支球队，他买球队就是要赌球，这个孙子啊目的很明确啊，对，啊买了一帮人，买了一帮球员还是不错的啊，有些球员还是不错的。买过来，那么这个杜啊，我一直就没有落下他当时刚进入这个博彩的时候啊，这个上网在家里网速太慢，这个孙子呢包一个网吧，那时候网吧遍地就是网吧啊，包一个网吧，安排几个操盘手，在就比赛的时候啊，这个孙子他比别人牛在哪儿？这个孙子提前做好准备，这个球就。包括那场和就是魏群那场就是吊射门这场球，他一直不说放呢。这个水就是因为全世界全中国都知道，他们上一场在青岛打了假球，这一场他们要回到成都主场，因为魏群要保级了嘛，他要放回去。你想想，海力丰的水低了就不像样了，啊不，海力丰的水高非常高，而且成都实力不如海力丰，成都让他将近2球，1球半2球啊。那么这个孙子就一直派事，一直不交代，就不落实这个球怎么踢。那么来了，现场在他这个当时他那个博彩网额度我知道，额度大的是500万，这个网的总额度是500万。那么单手能拍进去，有的是很少有30万了啊，有15万20万。那么他3个，一般是2个到3个操盘手，他一声口令，他一个电话过去，到那个网吧准备的，他那些马仔说买海力丰，因为他水高啊，快比赛前水最高的时候，他在3分钟之内最快的速度，同时下手把这个网给他那个博彩网啊，你想想3个人一人打100万，他的水都是一赔1.5以上，300万他这个就是回来的资金是450万到500万之间。这个孙子啊，这个是当时就是国内这些足球老板利用网络赌球。啊，就是在网吧里把网吧一包，今天这个时间段包下来以后，进去以后，最快的速度3分钟已经，其他的包括啊，场上踢球的球员，包括准备打酱油的这些，跟着想喝碗汤的，全叫这个孙子空了，别人全填空，他是买那个最高的水，啊，这是他干的事，是啊，对吧？2000年开始是吧？2000年以后进入中国的，你想想，就是那时候啊，就是他打这场球的时候也是2000几年。08年应该是08年，2008年那时候就是一开始进入中国市场，最早登陆是从广东那边登陆嘛，一开始叫纸盘呢是口报嘛，就是中国咱俩关系信用度都有，你在这我这儿有100万的信用额度，你直接说要买，比方说买海力丰，你告诉我买了100万就 OK， 我这认可了，因为咱俩有这个信用。后来演变就是后来全面进入中国以后，就是网络开始就是地区代理，总代理到了进了中国，从各个省市发分代理，成了就是网络整个下边就是1级代理、2级代理、3级代理，整个啊从2000年以后就是这个赌博，就是这个博彩网，尤其是就这个新宝盈啊，在台湾啊总部在台湾，这个都是很大的钱，一年都要几千亿啊，一开始几千亿，后来大几千亿，甚至过万亿流出去，因为中国老百姓10亿人民9亿赌嘛，还有1亿在炒股，那时候最少将近也1亿在赌球啊，懂吧？最狠的时候，中国上到就是说老板，下到打扫卫生的大姐都要问这个盘口是什么样。没错啊，从2002年世界杯开始，中国就盛行开始赌球了，对吧？全民那个时候那么火，那时候现在还是这样吗？就是同样的火，就从1999年开始，然后就一直是这种情况。哎呀，一直练，一直就没停下来。严打的时候，就09年打，停了一段，
停了一段，慢慢的这个风过去以后，慢慢的这个土壤在啊，而且咱们的足球彩票后来开出来以后，为什么咱中国有这个防火墙，叫老百姓看不到外网？但是这个赌博网怎么不给他防火墙了？赌博网就不给他封了，而且我自己在那琢磨啊，他在台湾这是很大的钱啊。当时说这个赌球这块后来是孟建柱控制了。你想，咱讲讲啊，就是说开脑洞，他这个公司为什么叫他在台湾成立？这么大的钱到台湾，你说来银行还有比这个洗钱的渠道更加这个方便，而且这个网一直没给封掉啊，就是这个新保盈，这个是绝对大的钱。比方说连战家族，咱现在就是开脑洞讲，连战家族，我给你新保盈1%的股份就够了，懂吧？1%的股份是什么概念？而且把你拖进来啊，你站上这个，这个是个收入啊，你是脱不了干，但这个钱太大了，太诱人了。是一年上千亿。是他们一家垄断吗？还是有很多其他家？也有其他的博彩也有其他的博彩公司啊，包括那个菲律宾云顶啊。这几年疫情线上博彩是这个也又出来一大批这个上10亿100亿的老板啊，就是这个线上赌博。对，它就是一种产业，以及刚才国栋说的特别好，你为什么防火墙都防了，为什么不防这个呢？是吧？不可能的事儿，就是你中共干的，你肯定是有原因的嘛。而且你整天你围着他妈粪坑打苍蝇，不扯淡吗？你整天这个说我们贪腐不让赌博，什么中国这些赌博，澳门也是你们他妈国家对吧？你天天说对吧？这个都回归了，澳门那儿你为什么你不给他封了呢？对吧？这么简单是吧？你香港你他妈的到时候都不让人家，就是还剩25年，你都让人家跟你一样了对吧？都他妈的国安法了，你澳门为什么没有国安法呀？啊，你跟我讲讲共产党，你是吧？你大家想一想啊，他为什么要留着这个东西呢？对吧？这是多大的钱！你他妈真要反腐，对吧？你把这个源头一掐，澳门没了，赌场不让赌了，你还是吧？你得少损失多少钱啊？刚才国栋说的，就像台湾的这种赌博啊什么的这些，包括国内的一些赌博的一些东西，都是公安部控制的，对吧？就是公安部控制的，共产党控制的，就是这么样，没有别人啊。国栋刚才讲，当时都是你我拿嘴说啊，说完了就下球啊。问题是你赢了，输了，到时候你问谁要钱去？比如说我现在下给你，你给我买一个巴西的赢中国的10-0，我到巴西打了中国8个，那我就赢了，对吧？那最后你问我要钱，你找谁要钱？你另过来问我要钱，你找郝海东要个屁，对吧？你要不着钱，我没不是这个呢，对吧？你怎么要，对吧？那为什么还能发展起来？就是他们都有这些背景的嘛，啊，对不对？治安3局当时公安部的部长，公安部治安3局的局长朱家骅的儿子朱小亮，那就是做个庄，你不给他试试，小孩好着呢，对吧？他说的嘛，那用手对黑，你只要反着压就行，那用压谁输谁啊，他绝对输，是吧？但是你得要回钱来呀，你不给他钱试试，是吧？白白净净一个小伙子，小亮好着呢，平常，对吧？都是当地黑社会，能去把这个代理放出去，把这个网放出去，都是当地黑社会控制，没有黑社会背景，你能放出去网，这不是你的本事，你能把钱要回来，这是你的本事啊！而且中国哪有黑社会，是吧？所谓黑社会都是中共公安圈养的，对吧？他妈的还他妈黑社会，对吧？到一个派出所手上抓你们满地跑，是吧？为什么他们可以？就像杜云奇，他还能妈的这个所谓的敢这么样弄，他不就是买通几个公安嘛，对吧？所谓的聂磊是吧？买通点公安嘛，完了所谓的认识了这个曾维嘛，是吧？就是利用共产党，他们所谓的腰杆硬一点，都是一群地痞流氓，没有任何的道德，没有任何的底线，没有。但是他们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来，是因为他们勾结勾兑跟共产党啊给他的支持。如果没有这种体制，没有这种一党独裁，他不可能，他都是犯法的，是吧？一个足球俱乐部啊，怎么可能让你随随便便就有人你去买了球？在英国那赌博，那我们都能买啊！我比如说在谢菲尔联队那我们的主场，那个赌博机就在那放着，就在那卖啊，我也可以去买一张，你去买一张买比分啊，对，买比分啊，你买吧，但是赌输赢啊，对啊，你所有的东西，如果你乱来，没问题，你买点什么的，问题是
你如果咣当一下子买10万镑，买1万镑，买50万镑，哎，你咣当还赢了，而且这个赔率它是要打出大的比分和那个，比如说我自己买，哎，郝海东今天得黄牌，得红牌，比如说我靠，你叫你的家人或叫谁，我有人我就买了10万块钱的，我靠，你还最后你就得了，你说你敢吗？人家不差你吗？对吧？博彩公司是不怕你来赌的，博彩公司是最怕你来做假的，对吧？共产党那儿就是国内的这些假设是他们操纵比赛，老外是不博彩公司是不让你操纵比赛的，你他妈都操纵比赛了，他还赚个屁钱，对吧？他只有往外赔嘛，是吧？这样大家要清楚，对吧？你可以去买球，比如说那儿都有的买比分，买谁先发球，谁先开角球，谁角球多少个，你可以去买，对吧？都是一种娱乐性质的，大部分的他不敢像咱们这明目张胆的，我真的知道这场球肯定假的啊！有人一买你妈的，就像这杜云奇似的，100万、300万，我靠，这不就是假球吗？操纵啊，比分打成你妈的5比5、4比4，我靠，就你这人买了，我靠，你说他不是假？而且比赛的时候告诉，哎，这是假球啊，是吧？那徐明、张海他们、赵本山他们弄了几个球队，是吧？深圳健力宝、辽足、四川冠城、大连实德，我靠，再加上个青岛什么，大家一凑合弄个6、7支、7、8支，我靠，这比赛的时候几比几，谁输谁赢，我操，大家事先商量好点，背后这帮孙子就买球了，对吧？你以为他们这些王八蛋不干？一样干啊！而且有时这些最后球员也都慢慢知道了，因为你让他放球啊，那球员也买，那教练也买，最后我靠，真的，2003年以后，04年，他们告诉我，郝董，这场球假的，郝董，那场球假的，那场球，我说你们这些王八蛋这胡说八道，我说听你们说全是假的，他说嘿，你不信，真的是假的，哦，为什么？结果有一回我也有点相信了，就是徐宏能赢球被解雇被下课，对吧？他带着四川冠城把我们实德赢了嘛，当时我们都在国家队集训，这场球必须实德主场要赢他，完了进足协杯嘛。徐明不想输，因为等了我们回来，他还想拿冠军嘛，对吧？但是徐宏这个孙子，哎，他为了他肯定赌球了，啊，因为实德这徐明这帮孙子，林乐峰他们知道怎么回事，对吧？啊，你他妈完了，咣把实德给赢了，在大连的主场，徐宏第2天就被解雇了。你说有没有一个教练员？而且更可笑的是，乐峰是大连实德的俱乐部的总经理，他他妈跑到四川冠城的门后面，告诉人家守门员，这那个不行，你们得让实德队进，是吧？一个他妈的这哎，你说就都成这样了。在这种环境里面，依旧还在举行着比赛，完了大家还在这吵吵嚷嚷着说，哎，这个技战术不行，那个体能不行，是吧？这个教练员好，那个教练员不好，就一点意义没有。但是你就会看见，我们就是在这粪坑里面，所有的这些人装模作样、装傻充愣，在这从事着这个行业，他们都是假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信七哥？为什么有爆料革命？因为我郝海东就是在这种环境里面长大的，就是跟这个每个人我们成长起来的。我知道他就是假的。他不可能有真的，因为从年为4，徐根宝、高洪波、贾秀全、郭光启、王宝山，我讲的每个人，你可以问郭栋，你说他们有一个人算一个人，打了多少场假球？那山东打，山西不打，河南打，河北打不打？你行贿了教练员，这个足协主席徐根宝行贿了，那贾秀全行不行贿？是吧？贾秀全、王宝山行不行贿？高洪波行不行贿？你不行贿，你怎么生存？你怎么带队赢？是吧？那你怎么拿合同？你怎么赚钱？你怎么来去生活？哎，这就是恶性循环了呗。这点逻辑应该是这样吧？你们不用说我这个极端，不用说我们是吧？危言耸听，事实非常清楚，对吧？事实是不是这样？不用我们讲什么，你拿你的定想一想，我们在这儿讲的每句话合不合乎逻辑，对吧？你说华东你他妈就胡说八道，人家徐根宝好是好，我说他拿自己的退休金放到存折给年维斯，啊。我说他妈的，这简直是哎！如果不是这给登出来，我也不知道，真的，我只知道这个孙子，你去安空调，这个孙子还真，这个孙子还真有点绝招，你别说啊，人家还真是会啊，真的会啊，不动，咱都想不出这招来，真的。